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陆泽是蓝海广告公司的资深设计师，他有才华，脑子活，手里出的活，在公司里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性格内向，嘴也笨，不会说那些漂亮话，更不懂得怎么去讨好领导。所以他在策划部经理孙宏伟的手底下，日子过得一直很憋屈。这天下午，公司又开项目会，陆泽为了手上这个新方案，熬了好几个通宵，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做的方案，无论是创意还是细节，都下足了功夫。可他刚讲完，孙宏伟就把他那份打印的整整齐齐的方案，啪的一声扔在了桌子上。孙宏伟翘着二郎腿，靠在椅子上，慢悠悠地说：“小陆啊，你这个方案太空了，太虚了，缺乏大局观，也不够新颖。客户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冲击力，你这个不行。”紧接着，轮到刚来公司不久的实习生张浩。张浩的方案其实就是把陆泽之前的一个旧稿子改了改，换了几个听起来很时髦的网络词汇。孙宏伟却一拍大腿，大家赞赏：“这个好，这个有网感，年轻人有想法。”会议室里，所有人都低着头，假装看自己的笔记本。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但谁也不敢出声。会后，张浩悄悄地拉住了正准备去茶水间冲咖啡的陆泽，压低了声音说：“陆哥，你这又是何必呢？你那方案我们都看了，做得多好啊！可是……”张浩凑到他耳边说：“孙经理上个礼拜过生日，我给他送了张2000块的购物卡。你看我这个月的奖金。”陆泽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他这才想起来，上个礼拜是孙宏伟40岁的生日，再往前数是中秋节。公司的同事们都变着法儿的给孙宏伟送礼，有的送高档烟酒，有的送名牌皮带，还有的直接就是厚厚的红包。只有他陆泽觉得凭本事吃饭天经地义。他觉得给领导送礼，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所以中秋节他只给孙宏伟发了一条祝福短信。孙宏伟生日，他也只是在微信上客气地说了一句生日快乐。现在他才明白，不是他的方案不行，是他这个人不上道。从那以后，孙宏伟就开始明里暗里的处处刁难他。陆泽交上去的设计稿会被孙宏伟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打回来重做，有时候就为了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像素的差距，能让他来来回回的改上10几遍。公司里有功劳能出彩的活，永远都轮不到他。可一旦哪个项目出了问题，需要找个人出来背黑锅，孙宏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陆泽。同事们都看在眼里，有的人会私下里同情他2句，但更多的人为了明哲保身，都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他。陆泽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孤立起来的怪物。他的女朋友苏文是公司的前台，他看着陆泽每天都像个斗败了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地回家，心里疼得不行。他不止一次地劝他：“陆泽，要不咱们辞职吧，换个地方，凭你的本事，到哪里还不能吃上一口饭？”陆泽只是苦笑着摇摇头。他看着窗外那片密密麻麻的居民楼，说：“房贷、车贷像2座大山一样压着，哪是那么容易说走就能走的？”他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他觉得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好，只要自己的方案能让客户都挑不出毛病，总有一天他能靠自己的实力让孙宏伟闭嘴。公司最近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是本地一家实力雄厚的知名房地产企业。
这个项目的标的额巨大，要是做好了，整个公司的年终奖都能翻1倍。孙宏伟把这个项目当成了自己今年能不能升职加薪的最重要的垫脚石。他在部门会议上下了死命令，要求所有人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谁要是掉了链子，就立马卷铺盖滚蛋。陆泽觉得这是他翻身的唯一的机会了。他把自己关在那个租来的小房子里，整整3天3夜没怎么合眼。桌上堆满了各种方便面盒子和咖啡杯。他查阅了海量的资料，分析了那个房产公司过去所有的广告案例，又结合自己这几年在行业里摸爬滚打的经验，做出了一套堪称惊艳的整合营销方案。他自己对着电脑屏幕，把方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又一遍。他自信，这套方案足以秒杀公司里的任何人，包括孙宏伟。在最终的内部提案会上，陆泽的方案果然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当他把自己对市场的分析、对消费者的洞察和那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核心创意讲出来的时候，会议室里响起了压抑不住的惊叹声。连平时对他爱搭不理的其他部门的领导都忍不住频频点头称赞。孙宏伟的脸色却变得很难看，因为他心里早就主意了另一个下属的方案。那个下属前2天刚给他送了一条价值不菲的金项链。如果今天采用了陆泽的方案，那他之前收的那些重礼就不好交代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次的方案已经大局已定的时候，孙宏伟清了清嗓子，慢悠悠地站了起来。他拿起桌上那份陆泽熬了好几个通宵才赶出来的，还带着体温的心血之作，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微笑。他说：“创意嘛，是不错，但是……”他故意拉长了声音，太理想化了。小陆啊，你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客户的预算，也没有考虑到我们公司的执行成本。你这个方案华而不实，用不了，我不同意。然后他当着会议室里所有人的面，把自己面前那杯刚泡好的滚烫的铁观音不小心的一扬手，全都洒在了陆泽的那份方案上。滚烫的茶水瞬间就浸透了厚厚的打印纸，上面那些精美的图文和彩色的墨迹一下子就化了开来，整个方案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惨不忍睹的污迹。哎呀，你看我这手，真是不好意思啊，小陆。孙宏伟假惺惺的用一种夸张的语气道歉，把你这大作给毁了。不过也没关系，反正也用不上。说完，他自己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一刻，整个会议室安静的可怕，所有人都用一种同情的、怜悯的目光看着站在那里的陆泽。陆泽站在原地，看着自己那份被茶水浸泡得面目全非的方案，听着孙宏伟那刺耳的笑声，他感觉自己心里某一根一直紧绷着的叫做尊严的弦，啪的一声断了。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没有愤怒的咆哮，也没有歇斯底里的争辩，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他只是默默地走上前，收拾起桌上那些还在滴着水的湿漉漉的废纸。然后他转过身，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会议室。当天下午，他就向人事部递交了辞职信。孙宏伟甚至都没有亲自出面见他，只是让人事部的经理转告他，让他赶紧把手头的工作交接了，然后滚蛋。辞职后的陆泽并没有像女朋友苏文担心的那样一蹶不振或者借酒浇愁，他反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就像一个背负着沉重枷锁走了很远很远路的人，终于把那副枷锁给卸了下来。
他关掉了手机，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带着自己工作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回到了那个远在乡下、已经多年未曾归去的老家。陆泽是个孤儿，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了。他是跟着乡下的爷爷奶奶长大的。他的爷爷是个老中医，一辈子悬壶济世，救人无数。但也因为家里以前的成分问题，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没少受苦。爷爷去世之前，把陆泽叫到床前，交给了他一个破旧的、上了锁的木箱子。爷爷告诉他，这是他们陆家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底。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它。陆泽在老家的那个破旧的小院子里种上了菜，养了几只鸡，每天陪着已经年迈得走不动路的奶奶说说话，晒晒太阳。他仿佛想用这种最原始、最质朴的方式来洗涤自己在大城市里沾染上的那一身疲惫和屈辱。半个月之后，他的心情才慢慢平复下来。他重新打开了那个已经关机了半个月的手机。手机刚一开机，各种信息就叮叮当的涌了进来，有几十个是女朋友苏文打来的未接来电，还有上百条是苏文发来的充满了担心和焦虑的信息，还有几条是以前公司里的同事发的。他们告诉陆泽，他辞职之后，那个重要的房地产项目，因为孙宏伟他们后来拿出的方案实在太烂，被客户骂得狗血淋头，最后丢了。大老板钱东海为此大发雷霆，点名批评了孙宏伟，他今年的年终奖估计是彻底泡汤了。陆泽看着这些信息，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这一切都和他没关系了。就在他准备把这些没用的信息都删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私人邮箱里竟然有一封奇怪的未读邮件。这封邮件是1个星期之前收到的，发件人的地址是一串没有任何意义的、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乱码。邮件没有标题，正文也只有1个字：开。陆泽觉得莫名其妙，他以为是病毒邮件，或者是某个无聊的人搞的恶作剧，准备随手就把它删掉。可就在他的手指即将要点下删除按钮的时候，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爷爷临终前对他说的那句话：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字会不会就和爷爷留下的那个木箱子有关？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他。他从床底下拖出了那个已经落满了灰尘的、尘封已久的木箱子。箱子上挂着一把早就已经生满了铜绿的铜锁。他找来一把锤子，对着那把锁狠狠地砸了下去。锁开了。他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打开了箱盖。箱子里没有他想象中的金银珠宝，也没有什么古董字画，里面只有一叠厚厚的纸张已经泛黄的旧信件，和一个用一块蓝色油布包着的小小的红木首饰盒。他先打开了那个首饰盒，里面是一枚看起来很古朴的、质地温润的玉佩，玉佩上用洋文刻着平安2个字。他又拿起那叠信件，最上面的一封信封上用毛笔写着吴孙文泽亲戚几个大字，是他爷爷那熟悉的笔迹。他拆开了信封，信纸已经很脆了，散发着一股陈年的霉味。信的内容很简单，都是爷爷写给他的一些为人处事的不要与人争，要与人为善的道理。但是在信的最后，爷爷却提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人。爷爷在信里写道：你若是在外面受了天大的委屈，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拿着那枚平安玉佩去城里的钱市当铺，找到当铺的老板，把玉佩给他看。他若是问你，你就说你是陆向北的孙子。
钱是当铺。陆泽皱了皱眉头，他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耳熟。他想了很久很久，突然他记起来了，这不就是他们蓝海广告公司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据说早就已经移居海外的大老板钱东海最早发家时开的那家当铺的名字吗？爷爷为什么会让自己去找他？就在陆泽震惊和疑惑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显示来自国外的号码。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虽然苍老，但却中气十足的声音：“是陆泽吗？我是你奶奶。你是不是打开了那个箱子？”当陆泽听到奶奶接下来说出的话时，他整个人都傻掉了。他手里的信纸像一片枯叶一样飘落在了地上。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彻底的颠覆了。他震惊了，原来这个在乡下照顾了他20多年，他一直以为是自己亲奶奶的老人，根本就不是他的亲奶奶。而他的真实身份以及那个箱子里所隐藏的秘密，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10000倍。陆泽感觉自己的脑子像一团被猫玩过的毛线，彻底乱了。电话那头，那位他叫了20多年奶奶的老人，缓缓地道出了一个被黄土埋藏了整整30年的秘密。原来，陆泽的亲奶奶并不姓王，而是姓钱，叫钱云秀。她就是蓝海广告公司大老板钱东海唯一的，也是最疼爱的亲妹妹。当年钱家在当地也算是名门望族，而陆泽的爷爷陆向北只是一个出身贫寒、靠着祖传医术糊口的穷郎中。钱云秀却不管这些，他爱上了陆向北的才华和人品。这段门不当户不对的感情，自然遭到了钱家所有人的激烈反对。但是钱云秀的性格像火一样刚烈，她为了自己的爱情，竟然在一个深夜跟着陆向北私奔了。她跑到了这个偏僻的乡下，从此和家里断绝了所有的联系。后来，他们生下了陆泽的父亲。再后来，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动荡里，陆泽的父母在一场至今都说不清楚的意外中双双去世，只留下了年幼的陆泽。陆向北一个大男人，又要行医糊口，又要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孙子，实在是忙不过来。恰好现在这位奶奶的丈夫得了重病，被陆向北从鬼门关里给拉了回来。这位奶奶无以为报，自己又无儿无女，便主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陆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孙子来养。陆向北去世之前，他把那些妻子钱云秀生前写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寄出去的给哥哥钱东海的信，连同那枚代表着兄妹之情的平安玉佩一起装进了那个木箱子里，交给了陆泽。他还特意嘱咐，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开。他是不想让自己的孙子去攀附那门富贵的亲戚，他希望陆泽能靠着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地活下去。而现在这位所谓的奶奶，其实是当年钱家派出来，暗中寻找钱云秀下落的远房亲戚。他找到了陆家，却发现故人早已病逝。他不忍心看到陆泽这个故人的血脉孤苦无依地活在世上，便留了下来，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孙子抚养长大。至于那封只有一个开字的神秘邮件，正是他拜托国外的亲戚匿名发给陆泽的。他从苏文那里得知了陆泽在公司受了天大的委屈，愤然辞职。他觉得是时候告诉陆泽所有的真相了。陆泽听完这一切，哭了。一个将近30岁的男人，像个孩子一样蹲在地上，哭得泣不成声。他不是为自己突然有了一个有钱的舅舅而哭，
他是为自己那个从未谋面的勇敢刚烈的奶奶，和那个为了骨气宁愿一辈子受穷受苦也不愿向命运低头的爷爷而哭。他终于明白，自己骨子里那股不肯服输的倔强，和那种不屑于与小人为伍的清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了。陆泽在老家待了1个星期，他的心情才慢慢的平复下来。他决定要去见一见自己这位素未谋面的舅舅，不是为了去攀附什么富贵，他只是想把那些承载着他奶奶一生思念的信亲手交到他舅舅的手上，完成爷爷和奶奶的遗愿。他带着那枚平安玉佩和那叠厚厚的信，坐上了去往省城的火车。在奶奶的安排下，他在省城一家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见到了那个传说中的蓝海公司的创始人钱东海。钱东海已经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了，但他精神矍铄，眼神锐利，身上有股子不怒自威的气场。他看着陆泽那张像极了自己妹妹的脸，又看了看那枚他亲手送给妹妹的平安玉佩和那些字迹早已模糊的信。这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了一辈子的老人忍不住老泪纵横。他拉着陆泽的手，听他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成长经历。当他听到自己的亲外甥竟然在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里被一个狗屁不如的部门经理欺负到不得不愤然辞职的时候，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股可怕的怒气。混账东西！我的公司里竟然养着这么一群无法无天的败类！钱东海在巨大的房间里来回的踱步，他为自己妹妹一家的遭遇感到无比的心痛，也为自己这些年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自己当甩手掌柜，导致公司内部变得如此乌烟瘴气，而感到深深的自责。他看着眼前这个虽然穿着朴素，但眼神清澈、脊梁挺得笔直的外甥，心里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第2天，钱东海的私人律师西装革履的来到了陆泽的房间，他给陆泽送来了一份文件，那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钱东海把他自己名下所持有的蓝海广告公司30%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了陆泽。这意味着陆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失业的、前途未卜的设计师变成了这家公司的第2大股东。陆泽吓了一跳，他连连摆手拒绝，说自己不能要，这太贵重了。钱东海却拍着他的肩膀，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孩子，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我替你那苦命的奶奶和你那有骨气的爷爷给你的，这是你们陆家应得的。”他看着陆泽，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只有一个要求，1个月之后，公司要召开年度股东大会，我要你以新股东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至于那个叫孙宏伟的，还有公司里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该怎么清理，你自己看着办。律师又递过来另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他对陆泽说：“陆先生，这是钱总这些年委托我们第3方机构对公司内部的一些财务问题和人事问题做的秘密调查，或许对您接下来要做的事会有用。”陆泽接过那个文件夹，打了开来。当他看清楚里面那些触目惊心的账目和一份专门针对孙宏伟的秘密调查报告时，他整个人都呆住了。他震惊了，他终于明白孙宏伟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收受下属的礼物，为什么又那么疯狂地打压像他这样有能力的下属。原来他做的那些事远比收礼要恶劣10000倍。陆泽拿着那份厚厚的调查报告，手都在抖。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他工作了这么多年的小小的蓝海公司内部，竟然隐藏着如此巨大、如此肮脏的腐败。调查报告里白纸黑字地显示，孙宏伟
这个看起来业务能力平平的策划部经理，根本就不是什么策划出身。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伙同公司的几个主要供应商，在外面注册成立了多家广告制作和活动执行的皮包公司。他一方面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公司接到的大量业务，以各种理由高价外包给他自己控制的这些皮包公司，从中赚取巨额的黑色的差价。另一方面，他又疯狂地不计成本地打压像陆泽这样有真正才华和能力的设计师。他害怕，一旦公司有了自己强大的能独立完成项目的核心团队，就不再需要他们这些外包公司了，那他的这条财路也就断了。报告里还提到，上次那个重要的房地产项目，孙宏伟之所以会用那样极端的方式毁掉陆泽的方案，就是因为陆泽的那个方案一旦被客户采纳，执行成本会非常低，根本用不着外包，而那样就会让他自己控制的那家皮包公司损失一笔将近100万元的订单。陆泽拿着那份报告，手脚冰凉。他没有立刻去找孙宏伟算账，他在酒店里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仔细地研究了那份调查报告里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字。他又让律师调来了公司这几年的所有业务资料和财务报表。他变了，他不再是那个受了委屈只会忍气吞声或者转身离开的懦弱的设计师了。舅舅的出现，绅士的揭开，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底气。而孙宏伟那卑劣无耻的行径，则彻底点燃了他心中那座压抑已久的火山。他知道，他要的不仅仅是为自己出一口恶气那么简单，他要的是把孙宏伟这条盘踞在公司机体里吸血的蛀虫，连同他背后的那张巨大的腐败网络，从公司的根子上彻底地挖出来。1个月之后，蓝海广告公司1年1度的股东大会，在公司最大也最豪华的会议室里准时召开。公司所有部门的总监、经理，这些中高层的领导，全都穿着笔挺的西装，正襟危坐。孙宏伟也坐在策划部经理的位置上，他满面红光，意气风发。他最近又通过他的皮包公司做成了几个所谓的大单，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利润。他正在等着董事会给他升职加薪的好消息。会议开始了，钱东海的特别代表，也就是那位精明干练的律师，走上台，宣布了今天会议的第1项议程，向各位介绍一位公司的新股东。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好奇的表情，他们都想知道，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实力，能从钱东海那个老狐狸的手里拿到公司的股份。会议室那扇厚重的由梨花木制成的大门，被2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保安从外面缓缓地推开了。一个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意大利手工定制西装，身姿挺拔，眼神锐利的年轻人，在律师的陪同下，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了他。当他们看清楚那个人的脸时，整个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尤其是孙宏伟。他脸上那得意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使劲地揉了揉，然后瞪大了再看过去。没错，那个走进来的，那个即将要成为他们公司新股东的人，竟然是那个1个月前被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得体无完肤，然后像狗一样赶出公司的那个穷酸的设计师陆泽。陆泽没有看任何人一眼，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径直地走到了主席台上。他走到了那个仅次于董事长钱东海的专门为他准备的位置上，
然后缓缓地坐了下来。他拿起桌上的麦克风，试了试音，然后他那冰冷的像刀子一样的目光扫过了台下每一个坐立不安、表情惊愕的脸，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个已经面如死灰、浑身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的孙宏伟的脸上。孙宏伟感觉自己像是被一条冰冷的毒蛇给死死地盯住了，他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他浑身的血液都像是被冻住了。他张着嘴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他的喉咙里像被塞了一团棉花，他的脸在一瞬间变得比墙壁还要白。陆泽看着他那副惊恐的、滑稽的样子，嘴角露出了一丝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微笑。他没有立刻发作，他只是清了清嗓子，对着麦克风缓缓的、一字一顿的说出了他作为公司新股东的第一句话：“各位，下午好。1个月前，我从这家公司辞职，今天我又回来了。”他顿了顿，目光再次像钉子一样定在了孙宏伟的脸上。我这次回来只为了办3件事：第一，整顿公司人事；第二，彻查公司财务；第三，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无比的洪亮，像一声炸雷，在整个安静的会议室里回荡着，把某些披着人皮、躲在公司里吸血的蛀虫一个个的都从这里揪出来，然后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那天的股东大会最后变成了一场触目惊心的审判大会。陆泽没有给孙宏伟以及他那些党羽任何狡辩的机会，他把自己掌握的那些证据一份一份的通过会议室里的高清投影仪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了所有股东和公司高层的面前。那些虚假注册的皮包公司，那些被非法转移的公司资金，那些触目惊心的假的不能再假的账目，铁证如山。孙宏伟当场就瘫倒在了他的椅子上，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和他有勾结的那几个供应商代表和公司内部的那几个中层，也都吓得魂不附体，当场就跪在了地上，哭着喊着求饶。会议一结束，公司的法务部代表和几十个高大的保安就控制了孙宏伟等人。随后，早已等候在公司楼下的警察将他们全部带走。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也最公正的惩罚。陆泽的雷霆手段像一场12级的台风，震惊了整个蓝海公司。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彻底的改革。所有靠着溜须拍马、没有任何真才实学的中层干部全部被就地免职。他提拔了一批像他以前那样有能力、有才华，却一直被打压、被排挤的年轻人，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他还亲自找到了那个当初给他通风报信的实习生张浩。他没有开除他，而是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看着这个战战兢兢的年轻人，对他说：“耍小聪明能让你在职场上活下去，但是只有真正的本事才能让你活得好，活得有尊严。路到底要怎么选，你自己想清楚。”公司里那股乌烟瘴气的不正的风气被彻底的扭转了过来，所有人都开始把心思重新用在了业务上，用在了创作上。公司的业绩也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蒸蒸日上。几个月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陆泽开着他的那辆新买的越野车，载着已经成为他妻子的苏文，行驶在回乡的路上。苏文看着身边这个已经脱胎换骨、变得自信而又强大的男人，笑着说：“你现在可是这家公司里说一不二的陆总了。回想起几个月前，你还被那个姓孙的欺负的连头都抬不起来呢。”
陆泽也笑了，他腾出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苏文的手。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得感谢他。如果不是他把我逼上了绝路，我也不会有今天。”他知道，他的人生从那一次无比屈辱的辞职开始，才算是真正的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那个让他一度抬不起头的卑鄙的经历，最终却成了他登上人生新高峰的一块最结实的垫脚石。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